朋友们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三，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晋远。在经历了2个多月喧闹的全域静态管理之后呢，上海市终于宣布从动态清零恢复到了动态管理，也就是解封了。那么上海市政府在5月30号的晚间上就是宣布说，由于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形势呢是持续向好。上海从6月1号的0点起呢，就恢复这个住宅小区的出入，公共交通运营和机动车也都可以通行了。那么在第二天的31号呢，上海市的民政局的副局长叫做曾群的，他呢又在这个新闻发布会就重申，强调说，除了中高风险地区和风控区、管控区之外呢，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限制居住本社区的居民呢，这个出门回家或者是复工复产人员的上班下班等等。除此之外呢，上海市区内的这些地面公交还有就是轨道交通网呢，也都是全网恢复运营了，包括这个过江的轮渡，还有出租车、网约车等等，也都恢复正常的运行。那么这个也就意味着上海它实质上呢，基本上是解除了自3月28号开始的就是分区封控以来，整个上海为期2个多月的封城状态。那么在上海政府发布的通告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只字没有提封城这2个字，而是很文艺的用了上海这座超大城市前所未有的静了下来进行描述。当然你没有封城也就不会提这个解封2字了，所以呢，上海呢可以说它只是经历了这么一个从静下来再到重新动起来的失意之旅了。这当然就不会是上海官方的一个疏忽了，对吧？它是一种精心的设计了。从这个网络热传的一篇疑似是上海市政府的内部通知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上海当局要求各家媒体在报道的时候呢，不要使用解封这一类的用词，说这个上海与武汉的情况不同，从未宣布过封城，因此呢也不存在解封。上海全域静态管理呢，只是按下了暂停键。所以这个消息一出来呢，上海人反响最强烈的，他就不是高兴和欣喜了，而是震惊和骂娘。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刚才我们提到的上海民政局那个副局长叫做曾群的，是吧？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呢，就公开的声称说，居委会呢是城镇居民的自治的组织，它不是政府机构，所以呢，居委会的一切行为都是居民自管自治的结果，它不是政府的指令。然后他同时还说说正式的规则和条例呢，要以市委、市政府所发布的为准。居委会发布的那些信息呢，它只代表本居委和小区自己的行动共识，政府呢不对其合法性负责。而且未来这个居委会再有提到什么上级有关部门要求等等，除了有正式的盖章文件的，原则上都是口谕，也就是口头传达的意思了。就是对这些呢口谕呢，这个政府是一概不予承认的了。也就是说，上海政府呢是面不改色，而且是理直气壮的，把封城期间所有的这些强制措施造成的一切后果，无论是人命伤亡还是经济崩溃，一概的甩锅给了居委会组织。那么要按照这种逻辑，上海人呢可以说就是以超高的革命觉悟，对吧？通过自治的方式，自愿的把自己封了这么2个月了。你这个足不出户呢，是你自愿的；家门焊死这个楼梯拉上铁丝网也都是你自愿的。每栋楼外面用作这个叫做硬隔离的那个铁围栏，是吧？也都是居民们自己给围上的。什么出门证、什么逛街证，包括史无前例的遛弯证，都是居民们自己发明出来、自己印刷的。这个破门而入对这个房间，无论是你的食物、衣物、电器，还是珍稀的书籍等等，无死角的喷洒那个消毒剂呢，也都是居民们吃饱了撑的，没事干，你们自己喷的了。还有因为抢不到物资，因为等待这个核酸结果而求医无门，最终是饿死、病死、跳楼死的这些成百上千条人命，也都是为了伟大清零斗争运动取得胜利而自愿奉献给党的。这是什么样的操作呢？这其实就是过去所说的那个杀人诛心
这个党啊，他不但打了你、关了你，甚至强暴了你、杀了你，然后呢，还要你公开的承认说啊，打得好，强暴得好，还杀得好，这都是你们自己自愿的。而你们之所以愿意这样做呢，啊，是因为你们想主动的满足党的需要嘛，党从来都没有强迫过你们做什么。所以大家看到了吧？这种奇葩操作，它会引起什么样的舆论反响，就是可想而知的了。有人就直接说了，说请各位以后再不要用流氓来称呼这个政府了，这太委屈流氓了。也有人呢就大骂说，见过不要脸的，但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然后还有人讽刺说呢，原来都是有外来势力去上海封城了吗？这回不是鬼子进村，而是鬼进村，这太下作了吧。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居委会啊，它是这个社区居民委员会的简称，它是大陆基层社区的一个管理组织了。它名义上是大陆城镇地区的这种基层群众性的自治的组织，所以呢，从表面上说呢，这个居委会它是不属于政府机关的。居委会的什么主任啊、副主任、委员等等这些人，也都是通过居民的直接选举来产生的。大家要注意啊，这里的关键词它只是名义上。那么这种机构呢，它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已经产生的了，中间是几经变迁。到了2010年的8月呢，中办和国办又发布了一个叫做《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那么就是正式的把这个居委会的工作经费呢、什么人员报酬啊，还有这个服务设施和社区信息化建设等等所有这些项目的经费，全部都纳入到了政府的财政预算。所以呢，这个居委会它就变成了一个名义上它是自治的组织，但是实际上它是拿着政府的报酬和运作经费的这么一个机构。也就是说呢，尽管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居委会它其实是中共在城市基层管理的事实上的最后一段触角啊，最后1公里嘛，但是这个党呢又随时可以宣称说啊，这只是一个居民自治的组织，和我们党没有关系，执行着实际的政府职能，但是呢他又不承认任何政府的名义。这个就是居委会在大陆基层管制系统之中所扮演的一个特殊的角色。那么与此相应的呢，在农村地区呢，它就叫做村委会了。进可攻，退可守，在政府和民间这2张面孔之间啊，它根据需要可以自由的切换。这个就是中共一以贯之的独家秘籍。它在对内是这么干，它对外同样是这么干的。那么上海民众啊，对上海当局的这个甩锅的操作感到震惊，感到不可思议呢，是因为有很多人都有一种你这种浓眉大眼的怎么也会叛变的感觉，对吧？其实呢，中共这个政权它100年来呢，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一直都是玩的这一手。这个浓眉大眼的形象呢，它一直都是政治化妆师们给它伪造出来的。稍微了解一点中共历史的人呢，可能都知道，当年文革中啊，那个革委会那些造反派啊、红卫兵等等，他们去揪斗那些走资派，去抄家、去酷刑，甚至是当街杀人。哪个手里有什么盖章的政府文件呢？谁都没有，谁都是凭借着一句上级通知或者是革命形势需要的口谕就在办事儿了。那么等到这个文革结束以后呢，这个党呢换了一副面孔，要清理3种人嘛，他就要用法律来追究这些人在文革中的犯罪行为了。那么这些执行的命令却拿不出文件来为自己辩解的造反派们，那么就这样的就背负着文革黑手的罪名，被送进大牢或者是送上刑场了。改革开放20多年呢，中共在表面上呢是一直在搞那个所谓的法治建设嘛，什么依法治国等等。那么很多人也都是渐渐的淡忘了文革中的这一幕了，而真正的把这一整套的就是绕开了公检法体系，直接以口头通知和内部传达来操纵一场政治运动的做法，把它给恢复起来呢，它是江泽民利用这个610系统对法轮功群体的迫害。在这个长达20多年的迫害中啊，610系统它从来都是依靠着内部的指令或者是这种电话传达等等方式来行事的，
所以至今为止，这个外界都看不到一份正式的政府文件。而成千上万的人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体系运作之中，就悄无声息的人间蒸发了，或者是被送进了深不见底的黑牢大狱了。我们之所以和大家来梳理这种渊源关系呢，就是想说明一点就是这一整套的管控体系，它在迫害法轮功的运动中被恢复出来，并且还被进一步的扩充完善以后呢，它就被直接的用到了新疆去。所以中共呢，它就是凭借着这一套体系，几乎是同样的悄无声息的这个秘密就关押了100万数量级的人口。它修建了众多的戒备森严的集中营，而外界最初对此却几乎是一无所知，一直到少数的幸存者逃离出来以后，才揭开了这个种族灭绝罪行的冰山之一角，对吧？那么现在大家看到了这套系统呢，它已经用到了上海。上海当局这一次的公开甩锅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它背后严峻的意义。我为什么说严峻呢？它这不是一般的耍赖和推脱，而是这套以严代法管控系统，它在从幕后正式的走向前台的一个标志。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标志。当所有人都在为曾经被视为大陆地方治理文明天花板的上海，它都可以这样无视基本的社会规则和政府的信誉，随心所欲的跟你耍流氓而震惊的时候你就应当要意识到，这样的管控模式它将会要常态化和普及化了。也就是说呢，在这个系统之中呢，这个居委会它事实上是充当了在文革中相当程度上的那个革委会的角色。他们可以根据一句模糊而充满弹性的上级通知就任意作为，必要的时候他就可以任意的剥夺人的自由，甚至剥夺你的财产。而一旦这种矛盾升级了，事态扩大了，他们又可以随时去背一个擅自决定的黑锅，然后就被轻松的给牺牲掉了，然后再换一批人重新来过。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可怕之处了。上海政府的甩锅行为它不但等于是公开的承认了这套系统在上海已经成功的运用，而且它宣告了将居委会变相的合法化为当代的革委会的开始日。大家看到了吗？这个当局为什么他们不提封城，他也不提解封这个词？他还强调说上海只是按下了暂停键，而且这个暂停期间呢，城市的核心功能始终都是保持运行的。他为什么这么说呀？他的目的就是留着这么一个余地的，意思就是这个经济腰斩了也好，人道灾难泛滥也罢，这个责任你算不到清零路线的头上。你看，我们从来都没有说过封城都是下面的人，尤其是居委会这帮人，他们自己给搞坏了。可能有朋友会觉得就说你这样说是不是有点危言耸听了？我们这么说吧，按照上海官方的说法，说所有这些风控的措施都是居委会组织居民们共同实施的，政府呢从来就没有发放文件说要求这样做。那么也就是说呢，从理论上讲居民们呢就完全可以去追究这个居委会的法律责任了。首先，一个非法拘禁罪，它肯定是跑不了的了。那么在这次封城期间所有人身权利受到了侵害的居民们，无论是失去了生命，还是失去了人身自由，无论是失去了自己的家庭财产，还是这个公司店铺倒闭了等等，那么都可以对这个居委会去相关的人员的这种违法行为进行法律的追责，并且去追讨赔偿损失等等，对吧？那么我们就不妨看一看啦，有多少人会真的认为这只是居委会在违法犯罪呢？如果有人真的去起诉了，又会有多少居委会的人员他真的会被定罪送进监狱去呢？我相信绝大多数朋友们对此恐怕都不会乐观的，对吧？为什么不乐观呢？原因很简单，当局现在呢，他只需要居委会以民间自治的这张皮去承担舆论上的罪名和压力。一旦你要较真儿了，你要去走法律程序了，你就会发现居委会骨子里的那个政府机构的基因，它就会起作用了。
所以呢，当我们看清楚了这一点呢，我们再回过头去看看那些开着车挥舞着中共的血旗一脸兴奋表情的这个庆祝上海解封的人们呢，你就会对中共这只巨大的黑手是如何把大众玩弄于股掌之间的那种入骨的邪恶有更深刻的体会了。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有关李克强的另外一条新闻，我们也可以说是他继撤掉这个医保局为核酸检测兜底之后的又一记狠招了。那么就在昨天5月31号呢，中纪委、国检委的官网发布了一条消息，说呀，江苏省的原副书记，这个叫做张晋华的，他被双开，并且就移送司法调查了。那么在中纪委对张晋华的这个通报之中除了这个落马贪官标配的那些什么大搞权钱交易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等等这些罪名之外他还出现了一个比较罕见的表述，叫做政绩观偏差，为谋求个人进步搞经济数据造假，违规干预插手市场经济活动。这个乍一听上去会让人感到非常好笑，对吧？因为中共官员这个经济数据造假，它从来都不是新闻，它不造假才是新闻。你把这么一个早就是法不责众的罪名，突然把它单独拎出来公布出来，这显然是有点不寻常的。而且我们稍微留意一下呢，就会看到，在张晋华被双开的前一天，也就是5月30号，中共的国家统计局有召开了一个名字叫做统计造假不收手不收敛问题专项纠治工作动员部署视频会议。那么在这个会议上呢，统计局的党组书记局长叫做康毅的，他就讲话要求说要真刀真枪的与统计造假行为做斗争，要围绕着权力干预、数据寻租、执法不严，还有入退库等等这4个必查的途径，来从严从快的要查处一批重大案件，要追责一批统计违纪违法的干部，还要曝光一批统计造假的典型案件等等，这就叫做3个EP了。那么很显然这个张晋华的经济数据造假和统计局突然部署这个打击统计造假的专项行动，它是相关联的，对吧？就说这边搞专项行动呢，它是营造一个声势，那么那边公布一个罪名呢，它是树立一个典型，也就叫做点面结合吧。这个小型的部门运动呢，它这样就可以深入的开展下去了。这个我们都知道，它是中共惯常的施政的手段这本身不是重点，重点是在于一向对经济数据造假深谙其道的视为常规的中共，那怎么现在突然这个点上洗心革面，他要来雷厉风行的打击统计造假的行为了呢？谁都知道中共当前的经济它是非常不妙的，它不妙的程度究竟有多糟糕呢？大众谁都不清楚。我们只能够从李克强频频的高调亮相大喊要救经济以及开这种10万人大会这样的空前的动作之中，感到这一次的经济危机呢，恐怕是不同以往。那么按照中共一贯的秉性它越是经济危机，它应当是越需要在舆论上来看好的。此前我们讨论过，党媒在5月25号有刊发这个署名的经济日报编辑部的一篇文章，叫做全面辩证看待当前经济形势的。它就是这样的，当前经济形势它不是小好而是大好的调子的文章，对吧？这个才是符合中共政治逻辑的一种行为。而要营造这一类有底气说大喊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的舆论，那么它就必须要有相当权威性的经济数据来作为论据作为支撑。那么这个国家统计局它拿出什么样的数据，它就非常关键了，对吧？你如果说你拿出了一系列难看到让人欲哭无泪的数据，这个党媒的写作班子它的笔调再巧妙，它也无法玩出花来戴在习近平的头上嘛，或者说戴在无产阶级清零大革命就是好这条路线的头上，对吧？所以呢，这个话题我们讨论到这里呢，我想可能朋友们已经看明白了，就是按照中共一贯的逻辑
即便他没法造假数据来证明说这个经济形势是一片大好，他也要设法造假数据来证明当前的经济危机并不严重啊，它只是无法掀翻汪洋大海的一个小池塘而已啦。但是呢，偏偏就在这个举国上下，甚至可以说是举世上下都在关注中国的经济究竟糟糕到什么程度的时候，国务院下属的这个统计局，它却突然开始严打统计造假了。我们换句话说，这个举动啊，它就等于是释放了一个信号啊，大家不要担心，经济数据这个媳妇呢，她再难看再丑啊，她也必须露脸出来见公婆啊。李克强这个婆婆呢，她当然是早就心里有数了，她压根儿就不怕这个媳妇长得丑啊，甚至是希望这个媳妇越丑越好。因为媳妇越丑呢，她的话语权才越充分。而对习近平这个公公来说呢，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这个媳妇越丑，她是越是脸上无光的，因为丑媳妇进门呢，就是他一手造成的。所以在我看来啊，真实的这个经济数据它的丑陋，它其实就是李克强手里非常犀利的一把武器。他部署这个专项打假的行动，他就是要确保这把刀啊保持锋利，这是当前对付清零政策最有效的武器了。而中纪委、国监委也配合着统计局来部署这样的一个行动呢，他就已经透露出来一点对习近平非常不妙的信号。什么信号呢？就是他曾经最为称心得手的一把刀呢，现在恐怕已经有了点倒戈相向的迹象了。好的，今天呢我们就暂时聊到这里了，谢谢各位的观看和收听，我们下次再见。